尖沙咀 Sogo 啱啱宣布會喺3月結業，今日同大家細數10間喺香港出現過嘅日資百貨。站在大丸前，喺大阪旅行行到嚟大丸嘅時候，都同陶傑一樣有啲百感交集啊！大丸呢個名，相信港島人會比較熟悉。大丸喺1960年嚟到香港，直至98年結業，喺香港都只係得一間分店。銅鑼灣店最初位於記利佐治街嘅 Fashion Walk 位置，樓高2層。開業嘅時候萬人空巷，除咗喺香港嘅第一間日資百貨，亦都係日本百貨進軍海外嘅先鋒。去到80年代，大丸更進行擴充，喺京士頓街承租多2層鋪位，開設超市、書店同家居廣場。不過到90年代，大丸冇辦法續租記利佐治街嘅部分，於是將部門整合，集中喺京士頓街嘅鋪位，直至98年結業。至於松坂屋就係喺1975年4月2號登陸香港嘅，全盛時期曾經喺金鐘廊同恆隆中心開分店，銅鑼灣分店更加有4層咁多添。松坂屋喺金鐘廊開，相信都係因為當時獲得金鐘廊經營權嘅恆隆想松坂屋開荒。恆隆擁有香港松坂屋嘅50%股份，咁點解會話開荒呢？因為金鐘廊當年1980年落成嘅時候，金鐘站只係得荃灣線前身嘅修正早期系統，而唔係而家嘅多線轉車站。而太古廣場更加要去到1988年先開始落成，可想而知，當年單憑松坂屋嘅號召力，好難為金鐘店帶嚟奇蹟。而且金鐘店嘅面積都只係得1萬尺左右，貨品種類亦都遠遠少過超過6萬平方尺嘅銅鑼灣店。往後就算經營銅鑼灣分店嘅松坂屋，人流同業績都係一般。恆隆同松坂屋喺金融風暴之後都意興闌珊，最終松坂屋同樣喺1998年結業。一直去到2010年，大丸同松坂屋經歷3年嘅結盟，最終合二為一，等2間公司可以抵抗歷史嘅洪流，冇咁易被淘汰。今時今日，大丸松坂屋都已經結束晒所有嘅海外業務，專注本土市場，更喺2020年全資收購 Parco， 銳意為品牌年輕化。Eon 喺1987年11月喺康怡廣場以吉之島名義開設首間超市百貨，直到而家仲係香港嘅旗艦店 Eon Style。當年嘅吉之島標誌就係呢個紅綠色嘅 J 字圖案。康怡店最為人熟悉嘅，相信非小丑中莫屬啦。喺康怡店作全面翻新嘅時候，更有人發起要保護小丑中嘅行動。至今小丑中仍然都可以喺康怡店揾到，因為零件絕版已經唔會再報時，但仍然都可以準確咁顯示時間。吉之島第一間分店選址喺康怡，除咗因為太古城係日本人聚居嘅地方之外，相信當時康怡廣場嘅業主恆隆都係想揾一間日本百貨公司去抗衡太古城中心嘅 Uli， 反而就冇揾恆隆自己有股份嘅松坂屋啦。不過雖然正值日資百貨盛行嘅時代，吉之島發展嘅步伐卻趨向緩慢，而且都係以民生市場為主。例如當時喺新地旗下嘅荃灣廣場，以及房委會旗下嘅樂富中心。去到95年，吉之島同新地合作再下一城，喺大埔中心宏基戲院嘅位置開設第4間分店。佢嘅百貨規模開始成型，但氣勢仍然不及當時不斷擴張嘅800伴。往後因為800伴結業，Eon除咗收購800伴喺日本嘅業務之外，亦一口氣承租屯門市廣場同黃埔花園2間前800伴嘅鋪頭。不過就算擁有龐大財力嘅 Eon 都要面對地產霸權。吉之島位於新地旗下嘅店鋪逐一被逼遷，加上當時嘅領匯唔再續租樂富店，令吉之島喺2010年至2012年3年間連續失去樂富、大埔同荃灣3間 GMS。其實早喺05年，吉之島已經好似 Donkey 咁喺唔同地區開設較小規模嘅 Justco Supermarket 同 Max Value Prime， 包括喺土瓜灣、沙田禾輋邨、藍田啟田、銅鑼灣百德新街等等，不過都未成氣候。吉之島痛定思痛，除咗唔再承租新地旗下嘅所有物業之外，亦都銳意多線發展。除咗為租約期滿嘅 GMS 揾新鋪位之外，亦都加快擴充售賣12蚊貨品嘅 Living Plaza 同而家代理嘅 Daiso。踏入2010年代，吉之島全面改用母公司名稱 Eon 作為店名，亦都引入喺日本嘅 Eon Style， 以及引入自家品牌 Home Commodity 同 Top Value Green Eye。可惜 Eon 喺香港嘅形象已經根深蒂固。
店內日益本地化，但佢嘅日資百貨形象就逐漸淡化啦。藉住代理時裝品牌 Shularu 同 Komeda 咖啡店，又能唔能夠幫 AEON 揾翻啲日本味呢？88伴相信係好多香港人嘅集體回憶，亦都係90年代係香港最有規模又貼地嘅日資百貨。88伴全盛時期有10間分店，其中曾經面積最大嘅分店坐落喺沙田新城市廣場。據講，作為沙田新市鎮嘅開荒牛，新地以低價租出一期4層極大樓面。沙田新市鎮不斷發展，88伴嘅面積都因為發展商加租同拆細鋪位所影響，沙田店嘅面積不斷縮細，去到執笠之前只係剩翻1樓同2樓嘅部分，大概就係而家 City Super 一帶同樓下餐廳嘅地方。其他具規模嘅分店，除咗屯門同黃埔之外，仲有結業之前最後開嘅旗艦店馬鞍山88伴 Next Age。當年馬鞍山分店88伴租嘅新港城中心同馬鞍山廣場兩邊作為分店。本來新港城嘅鋪位已經十分大，除咗2樓做超市之外，3樓亦都佔大半層嘅樓面。但除此之外，88伴仲承租埋馬鞍山廣場2層樓面。於是喺連接馬鞍山廣場同新港城中心嘅行人天橋，都俾88伴用作佈置，令兩邊嘅分店好似連成一體咁。開幕時規模之大，吸引咗新界東嘅市民特登揸車過去，令新港城嘅停車場一度爆滿。88伴成功嘅地方係能夠滿足一家人嘅各種需要，除咗超市照顧日常所需之外，仲有美食廣場啦，小朋友唔願意離開嘅玩具部等等。另一個令我深刻嘅係88伴嘅印花制度，翡翠印花。當時去88伴儲印花都係樂趣之一嚟嘅。直到88伴執笠，翡翠印花作廢，更引發連鎖式嘅效應，市民一窩蜂去兌換當時仲係88伴體系內嘅聖安娜餅屋餅卡。88伴失敗，既係因為97年嘅金融風暴、過度擴充同發債，都係因為管理不善嘅。如果當年冇金融危機或者融資成功，今日88伴仲會唔會成為行業嘅龍頭呢？唔知大家知唔知今時今日嘅崇光百貨已經唔係日資啦。崇光百貨銅鑼灣店喺1985年5月31號開幕，當時亦都係地下鐵路港島線通車嘅日子。喺崇光百貨開幕嘅時候，銅鑼灣作為小銀座已經有唔少對手，包括頭先講位於記利佐治街嘅大丸啦、恒隆中心嘅松坂屋以及興利中心嘅三越。不過崇光百貨所在地東角中心係崇光嘅自置物業，開幕初期崇光嘅面積已經達到12萬平方尺，亦都係區內日資百貨之冠。崇光百貨開幕之後氣勢如虹，更喺93年原址進行擴充，改名做 Jumbo Sogo。往後崇光多次因為空間唔夠用而向附近嘅商場打主意，包括而家叫東角 Lafayette 嘅智安大廈啦。前身曾經係日本好常見嘅別館 The New Face by Sogo， 而家喺金百利商場地庫嘅 Issue 前身就係崇光超市嘅擴建部分，亦都因為咁喺地庫設有通道連接金百利商場同埋 Sogo 嘅。去到2000年，日本崇光宣布破產，香港業務由商人劉鑾雄同鄭裕彤喺日本崇光手上拯救香港崇光業務，作價35億港元。而家香港崇光係由劉鑾雄旗下啱啱完成私有化嘅利福國際持有嘅。崇光除咗銅鑼灣店之外，亦2度開設尖沙咀店。第一代嘅鋪位係新世界中心名店城，而家已經成為 K11 MUSEA 嘅一部分啦。而第二代就係即將喺3月結業喜來登酒店嘅位置，呢度亦都曾經開過伊勢丹。不過喜來登酒店商場嘅佈局並唔適合開百貨公司，除咗唔少人覺得光線唔夠，要行隧道先入到鋪頭覺得麻煩之外，鋪位一岩一忽，動線非常混亂，又好易蕩失路。加上第二代嘅鋪位大幅度減少超市嘅面積，尖沙咀店嘅存在只係視為自由行買化妝品嘅地方啦。不過正當自由行回歸，似乎利福寧願喺啟德重新出發。至於而家喺日本嘅崇光西武百貨，係由日本經營71嘅企業 Seven & I 持有，同香港崇光只係品牌授權嘅關係。